兄弟們看一下整個寫字楼目前的现状啊，這個是南京的河西的寫字樓了。看這一間，看見了嗎？整個都是空置的。這一間有人辦公的，你看這邊，這一間也是空的，看見了嗎？現在的真的是就是我們說的生意不大好做，原因就在這，連寫字樓都租不出去。你看這邊都是空的，對不對？這邊空的，空的，這邊沒空。但是這邊肯定是沒有人上班了。現在鄭州寫字楼难賣到什麼程度了？給大家講個魔幻的事情。昨天有個雙子塔的業主掛牌價格6500一平，什麼概念？開盤購入價格是1.7萬一平。中国經濟持續惡化，房地產危機加劇。在外資企業大批撤離的背景下，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和寫字樓市場前景一片暗淡，產業萎縮現狀可說是觸目驚心。本期節目，我們一起隨着鏡頭來看看當前中國市場到底發生了哪些轉变。看我身後的這個小區，交房好幾年時間了，入住率不到20%，你們自己數一數，空置率80%以上。這個數據啊，它是什麼概念呢？就光這一個小區，它有700-800戶沒有入住。做真話的北哥被封號了，他說房價會除以2，我不知道你們那個城市能不能頂得住，反正昆山沒有頂住，很多小區都已經除以2了。按照逻輯來說，昆山的房價比其他城市還是要坚挺一點，畢竟它是全國百強县之首。但是即便如此啊，它也沒頂住。這個小區在昆山城東，成交均價8400，近半年最高才多少？9000，3年前是多少？16400，成交周期265天。你們城市頂住了嗎？你們看看，这樣的辦公室根本租不掉。它在最好的城市深圳，最好的地段福田 CBD。還是超甲級寫字樓哦，5年啦，入住率才剛剛30%，怎麼就這麼難呢？它還是福田第2高樓，檔次跟平安金融中心差不多，而且非常新，21年才入市，樓下就是2條地鐵站交匯，周邊的商業也是非常的繁華。就這樣的辦公室都租不出去，現在整體是比較難的。杭州這邊的寫字樓空置率也很高啊，我們這一層現在基本上都搬沒了，就留了我們一家啊，這些租戶都搬走了啊，這一戶也搬走了啊，這邊連着的全部搬掉了，這邊以前是直播間的啊，現在也全部空着，全部搬走了。這邊的幾家公司也是控制在這邊了啊，裡面都空的，都沒有人了哈，也沒有再繼續租了。裡面這邊也一樣啊，這邊原來是連着那邊一起辦公的啊，全部都空着了。這邊這一家也是空置的啊，現在基本上這一層就留了我們一家，目前還在啊，其他都是搬完了啊，其他都搬沒有了。誰能想到，這號稱廣州第2大 CBD 中心，琶洲電商總部，它的一個控制力是非常的驚人。更讓人驚奇的是，很多看似已經完工了的大廈，已經出現了爛尾樓的存在，真是令人內驚。外面光鮮亮麗，內部鋼筋水泥啊！這就是當年炒房客在惠州仲愷虹橋買的小區。我的媽呀，就一個人住。當年排隊跟他一起搶房的人都去哪裡了？看一下這棟樓，這棟樓1、2啊，上面有2戶、3戶，這棟樓多一點，這邊也一個，這裡有3、4個。唉，今天正月初8，整個村莊全走了，從上到下一個人也看不見，我也該走了。有人說農村10室9空，看一下前面這麼好的房子都空了，廢棄了，有3層的，有2層的，玻璃都碎了，已經徹底廢棄了。咱們走進去看一看，這房子修的時候也花了不少錢呢，這裡邊不知道住了沒有。年才剛剛過完，農村的房子空空蕩蕩，年輕人都出去大城市找工作。而在最多打工人聚集的廣州，現在的景象真的看得讓人心都寒了。白雲、海珠、番禺的城中村，成排成排的村屋貼着招租紅紙，風吹日曬褪色了也沒人問津。
北京路、三元里、13行這些老牌商圈轉讓告示鋪天蓋地，核心 CBD 寫字樓空置率飆升到 21.2%， 商鋪租金跌了 4.61%， 還是租不出去。連社區樓下的小吃部都3天2頭換招牌，最後直接貼上旺鋪轉讓。有人說，廣州現在就像被按了暫停鍵，往日車水馬龍、人聲鼎沸的熱鬧勁兒，仿佛一夜之間全都消失了。城中村空，商鋪空，廠房空，這股空置潮靜悄悄，但是殺傷力卻大得離譜。很多人都在問，曾經的千年商都為什麼會淪落到這種地步？是不是真的踏入了經濟大蕭條？還說南寧的業主還沒封，你看噻，我說他的小區原價的話是10幾萬的，現在業主賣5萬5，咱是前2年才交房的小區，就在西鄉塘這裡，你看周邊的一個路非常不錯，不是像那種在農村裡面什麼之類的，你看在外立面也好，包括的視野也好，非常的不錯。整個市場這一眼望過去啊，全部都是空鋪子，連個鬼影子都沒有。這麼慘的地方啊，你們知道是哪裡嗎？當初一句高橋要搬遷了，不知道多少人選擇了這裡。開發商之前承諾8個點的返租，一句延遲支付就不了了之了。整個這一層大概一看也是大幾千個商鋪，全部都是空的。規劃的是商貿城有7個展館，建好了4個，還有3個沒建，每個展館有4層，這邊還有2棟公寓已經爛尾了。你們可以算一算，有多少套商鋪是空在這裡的。這世界跌呢，還是我跌呢，還是上海跌呢？白金府邸啊，白金府邸居然有單價5萬多的房子，2梯1戶，180度的景觀，還帶200平的私家露台，我的天吶，我靠！來，家人們，讓大家看看這大環境啊，今年的大環境，看看啊，龍輝超市旁邊，你看那個什麼網吧這邊攔着呢，李先生牛肉麵大王，阿力茄子麵，這是什麼飛鴻肉夾饃，周黑鴨，2斤涼皮，老鄭州烩麵啊，這兒這一溜，同志們，你看這還是咱們鄭州嗎？這還是當年的鄭州嗎？這麼好的地段，這麼好的地方，客流都能倒閉了，可想而知这生意现在多難做，家人們，我還以為回到廠子了呢。來，你們看一下花果園現在寫字樓出租的一個現狀哈，看到沒？幾乎2/3的人都已經搬走了。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在財富廣場，也是最好的一棟寫字樓哈。樓層是在，我看一下8樓吧，應該是，基本上都空置起來。我們可想一下，現在的寫字樓入住率以及房東有多焦慮。曾經在高位市買的這個商業性的寫字樓，水電物業費這個費用又還高，自己又還還員工的，租不出去又賣不脱，他們又多無助，又多焦慮。你看全部，你看幾十萬走路了，100多萬走路了，200多萬、300多萬，一排過去起碼幾千萬，就這樣沒有了。華南城坑哭了多少勞動人民的血汗錢的一個這樣的專業市場，在這身後這邊1-2個億沒了，對面整個這麼多棟環着看一下，10多個億的錢全部打水漂了。重點還是我們勞動人民的血汗錢。這麼多年過去了哈，所謂的第2個同城大市場現在變成怎麼樣子了？我們進去看一看，你能想象嗎？整一個市場可以看一下，沒有一間商鋪是開業的哈，在裡面可以看看整個這邊。你們能看出來我現在在哪兒嗎？這條街現在跟我的體感一樣，就一個字，冷。曾經的品牌集合地啊，步行街，你看現在淪為了全場大甩賣。還有這條街有沒有人記得？曾經著名的奶茶一條街，那前面就是傻子瓜子店。這條街曾經我們想在這開一個店，龍門飛轉，就是沒有鋪子出來，蹲點蹲了好久，然後找人找關係加錢，好不容易蹲了個幾平方的鋪子開了店。那個時候真的是人声鼎沸，只要店開過來排隊至少能排1個月，都持續排隊的。那現在淪落的冷冷清清。2026年2月23日，中指研究院发布的《中國重點城市100大商業街、100大購物中心以及主要商圈寫字樓的租金指數研究報告》顯示，2025下半年百街商鋪平均租金環比下跌 0.47%， 跌幅較2025年上半年擴大 0.12個百分點。
全年累計下跌0.81%，跌幅較2024年擴大0.39個百分點。報告認為，中國大城市商業街店鋪租金持續下滑且跌幅擴大的原因主要有3個方面。其一，作為商業街重要組成部分的餐飲業成長乏力，2025年餐飲業收入增幅明顯放緩，對整體商業街店鋪租金構成壓力。其二，具備綜合體驗優勢的大型購物中心分散了部分原本會前往商業街購物、逛街及消費的客流。其三，多數商業街為了穩住出租率，採取了以價換量策略，通過調降租金來留住商家。報告認為，未來短期內這些城市的商鋪租金還將繼續下行。如果我不買這鋼筋混凝土，我現在可以出國旅遊，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我買了这些鋼筋混凝土，我現在啥都不敢吃，甚至孩子都沒錢要。我現在40歲了，要不起孩子，這就是現實。比較可笑的是什麼呀？我買了這個鋼筋混凝土，當時花了80個，現在呢就值20多個、30來個，20多個、30來個，賠了50多個。這物業費比房貸還要可怕，永遠交不完。房貸你再苦再累，最多還個30年，這房子就是你的了。這物業費呢，你住多久得交多久，而且年年漲價，不帶跟你商量的。現在樓市什麼行情大家都知道的，本來月供就已經壓得你喘不過氣了，結果你每年還得往外掏個2、3千物業費啊！關鍵是這個錢你花的還憋屈，車庫漏水、電梯故障，對吧？樓道髒亂，這些他不着急啊，催你交物業費倒是一個比一個勤快。你以為咬咬牙你買套房就結束了，其實這才是真正的深不見底的坑啊！房子現在根本賣不動，沒有人要，售樓部根本看不到人，二手房掛出來砍個幾萬、幾十萬太正常了，打折都不一定有人出來看房，這就是目前最真實的樓市情況。為什麼我發一個實話，那麼多人來噴我、罵我，說我影響了房地產市場，說我說了不該說的實話？有什麼不敢說的呢？樓市早已經進入了2極分化的階段，有很多房子就是沒有人要，賣不出去，也沒有人接盤。其實大家心裡跟明鏡一樣，現在不缺房子。現在這個生意啊，好幹不好幹，大家跟着我的鏡頭看啊。這是整個的我邯鄲店的這一條街啊，從南頭到北頭看吧啊，都在轉浪，都在轉浪啊，連着3個酒水店啊，這個藝術培訓啊，這個東北燒烤啊，看吧哈，這一條街啊都是死翹翹。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